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李玉芳，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的，川普对格陵兰的这个霸王硬上钩啊，反倒呢是把盟友给推向了中国吗？那中国不止在窃喜，现在更是光明正大的去暗讽、嘲讽哈。我们来看到啊，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呢是2次创作酸之前川普 PO 的跟这个企鹅一起走在格陵兰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变成是山姆大叔，他手持着棒球棍，用绳索去拖着不愿意前行的企鹅，并配文说啊，即使格陵兰岛上真的有企鹅，情况也是这样，也是被你川普给硬拖着走啦哈。那现在呢，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呢也称呢，有关的中国威胁北极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哈，说呢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呢根本毫无依据，中国是反对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去捏造事实，或者将中国作为其他国家谋取利益的借口哈，中国不想背这个锅哈。但是现在格陵兰呢自己也是崛起了，非常的讨厌川普，说呢格陵兰。你们的麦当劳，美国的麦当劳不会让我们更好。那么记者也问到啊，说川普宣称呢要让格陵兰更伟大，你们有什么看法？结果抗议的女子就说了，我们已经很好了，不需要你们的麦当劳。好，不止格陵兰呐，现在美国的邻居加拿大也是崛起了，一起来讨厌这个美国啊，讨厌川普。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加拿大甚至是要派这个北极巡逻舰去前往格陵兰岛，而且就在下周，格陵兰岛要开设新的加拿大领事馆，并且呢，要将一艘加拿大的海军北极巡逻舰给抵达现场，象征着加拿大与其他北极地区的国家日益合作。好，那现在呢，这个美国呢，竟然是去警告加拿大了，怎么说呢？说啊，如果你加拿大不增加 F-35战机的采购量，那么美军对加拿大的军事干预将会增多哈。之前呢就说要买这个88架的 F-35战斗机嘛，那对此呢加拿大呢也是有软化的，说已经保证啊至少会订购16架，但是是不是这88架就不确定了哦。而且现在卡尼的态度很明确，他要怎么样呢？就是要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说，加拿大早就意识到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对其经济的影响，正在通过加强国内的建设，还有扩大贸易伙伴，致力于增强经济韧性，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川普一天到晚啊拿这个关税来当理由，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也去曝光了他的真实目的。En quoi ça va rendre la tâche? Est-ce que vous n'êtes pas d'hypothéquer l'abordabilité canadienne en vous mettant à dos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Non. Premier point, en ce qui concerne l'abordabilité, l'impact des tarifs américains seront sur l'abordabilité américaine, pas l'abordabilité canadienne. 好，他认为啊，美国加征关税最后会害到美国自己，而且呢，川普频频用关税来施压呢，其实呢，就是美方想要在美墨加协定检讨谈判前来做战略性布局啦。而加拿大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去跟美国抵制的哈，像是呢，在这个滑雪胜地上面呢，加拿大人就开始来抵制喽。好，加拿大人都避免前往美国，并且放弃机票，从缅因州到蒙大拿州的滑雪胜地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好，加拿大冬季在美国度假村的预订量呢是下降了大约41%。好，但是啊，我们来看到啊，在北约的部分呢，还是非常的分歧啊，尤其是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就是非常的重视川普。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And President Trump is doing a lot of good stuff, I believe. I know I'm irritating a lot of you again, but I think so. The 2% reached by all NATO countries now at the end of 2025 would never, ever, ever have happened without Trump. And if anyone thinks here, again,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or Europe as a whole can defend itself without the US, keep on dreaming. You can't. We can't. We need each other. 好，其实吕特他也是没有说错啦，但是呢，其他国家呢都跟吕特持着相反的意见，除了加拿大之外，英国也是哈。这是8年来首次啊，英国首相施凯尔呢今晚就要启程访问中国大陆来会习近平了。施凯尔说呢，
英国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啊，不会激怒川普，或者是损害英美关系，将此行呢视为是对英国企业带来的一个重大机遇。同时呢，这个英媒也报道了说啊，英国政府透露了施凯尔其实认为呢，前几任首相都不去中国是失职。他希望啊能够加强与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一个商业活动，还说要是视而不见，假装中国无关紧要的话呢，是非常鲁莽的，只会让英国更加的贫穷，更加的不安全。面对川普的不确定啊，现在好多国家都想要买双保险了，也要跟中国来搞好关系。但是啊，我们看到川普的善变呢，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将盟友给推向中国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我觉得新华社这一次的这篇AI 的动画是有很大的讽刺的一个意味。这个意味也就是说，美国凭借着他的拳头，就是棒球棍嘛还有用强迫的方法想把这个格陵兰并吞，然后去欺负这个丹麦这个中国大陆也表达了他不同意的一个立场，只是采用这种没有语言的动画的一个方式。另外，大陆的第2个反击就是这个习近平跟鲁拉的通电话彼此之间谈到了有关于南方国家的共同的团结，然后来对抗这个美国，以及强调联合国的权威性，联合国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性。那么也等于是间接的否认了中国大陆会参加所谓的和平委员会因为美国说他已经对中国大陆发出邀请，中国说我收到了，但是很明显的是已读不回那也就是明白的说了，就是不会参加的意思。巴西的鲁拉他也已经发表他的明确的一个态度，因为鲁拉要去美国访问，川普希望巴西加入这个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他的 G7 的其他的6个国家都没有加入。还有欧洲的大国也都没有加入，北约的大国也都没加入，这个对于川普来说是颜面扫地他的外交的重大的一个挫败。那对于他来讲，他希望南美的大国巴西能够加入。巴西的鲁拉已经讲了，就是说这个第一个不能取代联合国，第2个他本身要限缩只处理加沙地区，第3个他要求美国提供这个整个委员会的组织章程职权。还有所有的议事的规则都要提供出来，那这个部分里面就对于川普来讲，事实上就有困难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鲁拉采用的方法也是一个软钉子，把它碰回去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加拿大的卡尼，他的声望越来越高，民调支持度越来越高，他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了也就是说，他站在同样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会员国的一个立场，他支持丹麦的自我防卫，所以他等于是反对美国要并吞格陵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他要派军舰到这个格陵兰这个地方来做联合的一个巡航。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对川普来讲也是很不舒服的事。那你会看到这个美国对加拿大的动作就越来越激烈了。例如说，对于他的关税。他说：“你跟中国大陆签自由贸易协定，其实加拿大没有跟大陆签自由贸易协定，他们事实上是关系缓和了，然后若干的品项的产业有彼此之间降关税例如说加拿大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从过去的关税这么高，然后100%，然后甚至禁止进口，现在降到6.1%左右的关税，然后同意第1年是4.9万辆，第2年开始增加，然后目标是7万辆以上等等的。但是同样的，中国大陆对于加拿大的油菜籽关税降到15%，所以双方没有签自由贸易协定，怎么川普会说你们签的自由贸易协定呢？这个跟事实不合。可是我觉得川普这样讲的目的，也有间接的在威胁这个英国，因为英国首相这一次到中国大陆的访问他做了2个动作，这个动作比较大。第一个动作就是他批准了，其实10年前就应该要批准的，因为10年前中国大陆10年以前中国大陆就已经取得了这块要盖大使馆的这块土地也就是他们过去的旧的铸币厂要盖一个欧洲最大规模的一个大使馆。那当时是保守党也把土地
啊，也同意中国大陆收购，也同意让它盖，后来就是保守党反悔了。反悔以后，那现在工党他本身同意了这个买卖，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可以新建这个大使馆，做了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庞大的这个企业团啊，都要跟着这个首相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双方有可能在贸易上啊会有很多的合作，会有相互降低关税，或者有目前来说传出他们要重新启动过去在保守党时代所推动的黄金10年的计划，要重新启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等于是中英的关系要往前更走一步了。这个部分里面对于川普来讲是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对加拿大要课100%的关税，川普不会不知道中加没有签自由贸易协定，而他也会这样讲，其实也有点在威胁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如果走得太过的话，我也有意见啊。我想这个是川普。那当然有人是认为说，是因为卡尼在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他的讲话批判，间接的批判川普，让川普非常的愤怒不平，所以用关税的方式来威胁。但是卡尼的接受记者的回答里面是两拨千斤，说关税是加在美国人身上，不是加在加拿大人身上啊。我想这个是一种拨调的一个意思，但是问题就是关税确实会影响到你的出口。没错，现在呢，中国大陆啊，真的是捡美国不要的哈。那我们来请教林玉芳委员。这英国跟美国是同文同种，那100年来大概第一次美国跟英国关系搞得这么僵。这最重要就是川普太霸道，说话也太狠了一点。你看他前几天还讲了什么？说这个打仗，阿富汗战争，欧洲的这个北约其他国家的军队好像都在第2线一样，都在美国在第1线一样。你知道我调资料看了一下，美国人在阿富汗啊死了2200人，美军，英国人死了457人，看起来是美国好像比英国多死了很多人，但是以每100万人口的比例来看啊，大家没有差距很大的。美国是3亿大概900万人，它的这个死亡率就是7.96，英国是6300万人，死亡率是7.25。当你这样讲话的时候，你想看所有派军队到阿富汗帮你打仗，而且阿富汗这个战争是你美国自己发动的，那这些欧洲盟邦都陪你去打仗，啊，死了人，受伤了，而且花了一大堆钱，可是你没有把人家放在眼里啊。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你要去讲，说跟美国最好的国家是以色列，可是严格讲，真正同文同种、关系又最深的、并肩作战的，从1次大战一直打到这个阿富汗战争，是英国那你怎么连英国都对你这样？你要不要自己去检讨呢？讲到加拿大不是说卡尼，不是说他有特别的勇敢因为加拿大人也真的是被气疯了嘛。很简单的一件事，你第一个，你想说毒品，你要加人家关税就加嘛，25%最先。那理由是加拿大跟墨西哥都是美国芬太尼的主要的来源地，转运进去的。可是事实上，你如果去调资料来看，从2023年的10月到2024年的9月，整整1年，从在加拿大边境美加边境被收到的芬太尼毒品就19.5公斤，同一个时间在墨西哥找到是9600公斤。所以加拿大怎么简直疯了嘛？你就随便抹黑我们。最重要还是一件事了，川普说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第51州。你知道以土地面积来讲，加拿大比美国都还要大你这个51州，你要把人家吞下去，你就不怕噎死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不是说加拿大的是已经气到不行了嘛？所以他现在你说他买这个飞机要买88架的 F-35， 190亿。他说我现在想先拿16架，因为这16架钱在2023年签约的时候就已经付了。所以我拿这16架，剩下的我要看情况，我可以买，我可以不买啊。那你就要强迫人家买。那现在好了，又把瑞典给拖进去了。瑞典的这个施灸，
这个是世代的这个清洗的这个战绩。加拿大说我有兴趣，所以你去看所有跟美国最要好的欧洲、加拿大这些朋友们，全部团结起来，现在还要给美国难堪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多行不义啊，这结果就真的会这样子。好，林大东老师你怎么看？对，因为那个英国首相施凯尔访问中国大陆啊，的确还是很特别的事情啊。因为上一次英国首相访问中国，应该是2018年的梅伊首相时期。那么即便到今天看川普的炮火四射，但是比较起来，英美的关系还稍微还可以一些。但是即便是如此英国还是很难忍受。川普在面对媒体记者时候所提到的，他说他认为在20年的阿富汗战争里面，这个都是美国在前面，欧洲国家、北约盟国都在第二线扮演支援的工作。那刚才这个委员已经把这个真实的数据带讲出来，所以川普后来是改口，但是英国还是有一些情绪在里面，因为其实英国跟美国是非常关系紧密的国家，不管是阿富汗战争20年以内，我记得英国国防部还特别说，在20年的阿富汗战争里面，英国总共派驻15万人次的英军在当地最后阵亡400多人，按照人口比例，其实跟美国是同个级距的。更不用说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里面，全世界除了美国投入25万兵力之外，排名第2是英军，45000多人，而且在伊拉克战场，它固守的地方是南部的这个省份，也是高强度的地区。再讲回加拿大卡尼，我觉得卡尼目前就是风口浪尖，因为他的一些发言比较直白，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是川普是美国，但是川普听在耳中，或是被别人转述，他一定很不痛快。所以你看到卡尼跟川普这言语之间其实是互不相让。那么基本上，我觉得美国跟英国目前的这个纷争有点延烧到在安全合作的这个领域里面，过去是非常紧密，不会想到任何问题。刚刚提到的是这个F-35因为如果是按照全世界美国在销售其他盟国的 F-35的数目，其实加拿大排名第3呢，美军当然是使用最多包括这个空军、海军陆战队2400多架，第2名日本160多架，第3英国大概140多，第4名就加拿大88架。但是这88架总金额是4000亿台币，加拿大内部本来就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后续的合约、后勤这些钱会慢慢再往上走。所以刚才委员说所以加拿大故意讲说这个瑞典的这个施救不错啊，施救其实是比较便宜，但是性能没那么高，但是已经是视为一种加拿大一个意思是说我还有其他选项，未必要牢牢的是得去依靠美国。那个北美防空司令部也是一个目前这个成立1958年到现在美国现在恐吓加拿大说如果你不买88架，未来不要怪我会进入到你领空，因为你不负责你自己的领空安全，我来负责。这也是一种赤裸裸的一个恫吓。美国真的是很厉害，如果你不买的话，就我来侵略你。自己一边侵略，然后一边来销售武器但是呢，现在川普火在烧的除了这个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之外，还有他自己国内的这个反 ICE 的浪潮尤其呢，这个前2天的时候呢，明尼苏达州的移民局呢，竟然是对了一名这个护理师进行枪杀，目前已经造成是第2死了。而这一次呢，更是近距离枪杀。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川普在5分钟的电访之中呢，2度被问及美国的边境巡逻队员枪击事件是否刑事正确，他都没有直接回答只说呢，我们正在看，我们正在检视所有情况之后再做决定。结果现在最新民调出来了，说呢，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支持率呢掉落至有记录以来的新低点呢，只有39% 认同是比前1个月的41%呢更低，而且这个不认同者呢是过半，有高达了53%。那现在民调一低川普似乎态度也变了他跟这个民主党的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通过电话之后就说，我们现在2个人是处于相同波段，显然呢不再针锋相对了。而且 CNN 也报道了，说呢边境巡逻特派指挥官呢这个博维诺即将离开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地方。那网络上传出了他其实是被川普开除的。那么现在川普也说了，说呢这个边境沙皇我们要派往这个明尼阿波
利斯。那么市长呢也说呢，现在联邦特工呢也开始要撤离了。那川普就说，这个边境沙皇霍曼虽然未曾涉及该地区事务，但是认识许多当地人，而且喜欢他们。霍曼的个性强硬，但是公平，他会直接向我报告。那么这个举动啊，就被说了是视为当地的局势来降温。但是啊，经济学人也公布了最新调查哦，川普现在的支持度真的是非常的低啊，而且全美竟然是高达了71%的民众都认为，川普执政之下啊，美国正在处于一个失控的状况。那么相关数据显示了，对当前国家走向感到忧虑的情绪，在美国社会中明显已经占多数了。而且这一次的枪击案为什么会闹这么大呢？因为呢，他枪击的对象是一名美国的护理师，而且呢，亲友都说了，这位护理师呢，他非常的努力去照顾老兵哦，而且他是个善良的好人，想要去改变世界哦。但是川普的官员却说，这位护理师是国内的恐怖分子，家属就非常生气，发布声明，强调呢，护理师他生前在加护病房照顾退伍军人，希望改变世界，并且重申他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好，除了国内川普搞不定之外呢，拉美现在呢，川普也很难搞定吗？之前呢，委内瑞拉的这个关系跟美国好像已经谈好了，会听美国的话。结果现在啊，代理总统又出来说他受够了。他说呢，华盛顿对委内瑞拉政治人物的命令啊，已经够了，要让委内瑞拉来自行解决内部冲突。那至于巴西呢，刚刚也有这个教授说到了哈，这个据报道呢，中国可能会在上半年去优先进口巴西大豆。哇，那美国就惨了，因为如果中国呢去大量进口巴西大豆的话，那就不会买美国大豆了啊。所以接下来中国已经购入了1200万吨的美国大豆，接下来会不会继续购买呢？不得而知。好，那除了委内瑞拉之外，之前也说了，川普有可能去攻击伊朗吗？现在呢，有美国的情报指出呢，伊朗呢是处于1979年以来的最弱势。那么川普称呢，他想要跟伊朗来谈谈。川普说，目前的局势呢是瞬息万变，而且他已经派了庞大的舰队前往当地。但同时呢，德黑兰当局也有意达成协议。而目前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的打击群呢，也已经抵达中东了。那么伊朗方面则是警告外界不要介入局势，还说这类战舰的部署不会影响伊朗防卫国家的决心。为什么伊朗的军方没在怕呢？因为呢，他们认为美军堆叠大量兵力，非但是没有吓阻的作用，反而会增加了自身脆弱性，将这些昂贵的战舰变成一个非常显著的伊朗飞弹的易攻击目标。所以这个林肯号虽然来到了中东，但是伊朗依旧没有在怕，还是继续的跟川普来呛虾。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反艾事件啊，会不会逐渐延烧，变成川普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事实上它有在发生，而且情况是对美国的川普跟他的共和党越来越糟。所以目前啊，传出有20几位共和党的议员已经直接表态啊，不支持啊川普继续啊这个推动啊扩张ICE他本身的这个执法的权利，因为执法过当的情况是证据越来越明显了，因为有很多不同角度拍下来的录影带都被公布，很明显的大家看到，川普刚开始要把他引导说对方是拥枪者，后来被证明说他是合法的拥枪者。然后他们还故意放出一个影片，说车内有枪，后来证明说根本没有枪，而且他本身也没有带枪到现场去，他只带了一个手机作为一个反录影、反拍的这样的一个证据而已。那也就是说，事实上执法者可以看得到他身上没有任何枪支，那他怎么还会对他连续30秒内开了10几枪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川普想把它引向这个恐怖主义。那这个当然又引起了更大的反弹，所以我觉得川普的一个做法也让他的同党的一些人士已经感觉到说会威胁到啊他们本身其中的一个选举，也表达态度。那川普已经在被访问的时候明确的跟他刚开始的态度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所以大家都说川普后退了啊，这样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愿意啊更清楚的接受调查，然后由法官来去判啊，这是第一个部分。但是由于美国的司法对于这种执法者通常是比较偏爱的啊，
那对于抗争者通常是比较不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那这个能不能还给他公道，这要看美国的司法在社会的压力下、舆论的压力下会不会有一点改善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很明显的他们现在的这个边境沙皇进来了以后，ICE因为州长跟市长要求他们全部都要退出，那联邦的干员全部都要退出去。目前传出来的是说，联邦的干员陆陆续续在退出。那实际怎么样，我们再看几天再说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另外，委内瑞拉的情况，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子，因为美国它对委内瑞拉是远程管理远程指导。这远程指导很明显的，从这个委内瑞拉代理总统所说的就是一天到晚接到电话，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那他已经到不耐烦的一个地步了。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美国没有派军队进入委内瑞拉然后接管委内瑞拉的这个武装力量的话，那这个远程的指挥能不能产生效果，这有限的。因为如果这个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最后决定说我不再接受你的远程指挥，我按照我的方式来作业，那你要不你的川普就买单，要不你就是继续把他逮捕那这个就跟马杜罗的情况是不是一样？问题就在川普还能够再去进行第二次吗？马杜罗的逮捕，川普是筹划了6个月，那再一次的逮捕在国际间跟在拉丁美洲会不会引起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最后，我个人是认为伊朗的委内瑞拉的情况要复制在伊朗上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委内瑞拉的首都距离海岸线10公里左右，所以直升机快去可以快出，但是德黑兰你根本做不到。好，为什么明尼苏达州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如果观众朋友有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震惊。就是几个移民官呢，就围住那个护理师，然后非常近距离的情况下，几乎是枪直接抵着他的肚子就开枪发射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造成了全美的一个大暴动。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林玉芳委员。你知道这有一个也不是说巧合，因为你不久前才发生了这个女士，37岁的女士，而且是个白人。而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刻意讲这个原因，就是这个都是支持你川普最重要的美国社会里面的元素。白人，这个宗教，这个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而且37岁，3个小孩，最小的那个小孩才6岁而已，而且前一年他的先生刚好才去世。你知道，人们对这个女士被杀就已经非常的不满了。所以成立一个专户帮他募款，你知道他一天募了多少钱？140万美元呢！光成立的第一天就募了140万美元，你就知道多少美国人同情他对川普非常的不满。那你现在又杀了一个这个 Pretty， 也是37岁，也是个白人，而且呢，他在替这个退伍军人服务，他在医院里面，他等于是这个护理人员。而且工作非常的认真，大家都喜欢他。而最终他照顾那些又是最支持川普所谓的退伍军人。那你把他杀了，你用胡椒水碰了他，实际上他已经没有多大的抵抗能力，而且你们一群人上去，这些执法人员一堆人上去，已经把他压倒在地上。你这样需要对一个被压倒的连开几枪吗？对不对？太夸大！你说打一枪，你连打好几枪，就要置他以死命嘛。而且他手上他没有拿武器来威胁你，就是拿一个手机而已啊。所以这2件事放在一起的话，我如果川普在美国国内的民意再过个几天再做，我想要掉到谷底啊。所以他现在是真的是内忧外患，只是他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而已。你看人家讲的非常好，有一个美国一个共和党人出来讲说，他们进来我们这个州，我们这些城市里面来执法这个 ICE 的这些人，就像是敌国的部队一样，把我们当敌人啊，要抓就抓，要喷辣椒水喷辣椒水，要开枪就开枪啊，对不对？这有点像什么？军事诚如草芥，成事就如寇仇啊。
你想，你当总统了，你把百姓当作敌人，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捕捉他们，喷辣椒水，开枪把他们杀死。那你认为这些美国的这些的百姓，尤其这些最支持你的这些白人，他们自己还看得下去吗？所以你最先列那个民调的数字，这当然嘛。我认为这个民调还会继续走下去，就是说这个也是非常奇怪，一个全世界最民主、最开放的社会国家之一的美国，你竟然选出这样的人当总统，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他还去批评伊朗的镇压，结果自己呢？好，我们来请教李大中老师。对，因为刚才提到这个委内瑞拉的状况哈，其实对川普而言，当然是他有好几个方向要做。好，第一个地方就是要确保新的这个所谓的临时政府、临时总统，好能够第一个当然不能反美，好，第二是要充分100%的合作，好，基本上要完全是依照美国的指令跟川普的想法跟愿望来做，好，这当然是有它的难度啊。第二个就是川普是希望哈，就是也有点是强迫或是威逼利诱美国一些大企业哈，石油公司能够赶快的重新回到委内瑞拉，好让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能够增产。所以这些都是有一些所谓的难度在。那美国也表示说，他要跟委内瑞拉去签关矿产的协议能源的协议但是基本上美国现在应该是把军事的选项都放在后面了，因为成本跟风险还是很高。最好的方法就是政治施压、外交压力能够达到诉求，有难度。那第二点是，我也很同意这个伊朗，假设美国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对伊朗做打击包括类似像斩首的行动，其实也是有它的难度。我们回顾一下，大概在2个礼拜1月14、1月15号，当时美国的媒体甚至是美国非常接近川普的这个国会议员都有暗示说有可能会动手，但是最后有没有动？没有动手。那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是，军方给川普很中肯、专业的这个评估的报告跟意见。假设我们能够动手，但是我们没有把握能够一击中地了，让伊朗的这个领导高层能够被推翻或是被斩首，所以川普最后做了一个也蛮明智的一个或是很理性的决策，就说那我们就先不要。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林肯号航舰驶往中东，这消息已经2个礼拜了，因为他之前是在这个南海做这个演训的任务，那目前是被五角大厦证实已经进入到中东地区这是不是一个明确的指标？有可能动手？其实外界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有最后的把握，一定是如此因为假设有一艘航舰在这个地区里面，对美军还是有用的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里面有3-4万人，而且该有的基本上都有包括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包括在这个巴林的第5舰队但是假设有所谓的航舰在这个地区里面弥补过去的真空，还是一个对美国假设要采取行动是比较有利的状况。但我不认为说这个一定代表说川普准备再次下达重要的决心，说我要一举去击溃或是推翻目前伊朗政权，因为后面的代价、成本跟复杂度远比委内瑞拉要难得多，要强得多。好，看完美国，我们现在来看到中国最近的大新闻，那就是解放军高层张又侠又落马了。这个落马的原因为何呢？《纽约时报》报道了，说呢是因为他泄密。好，这个是纽时的报道说呢，这个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呢会晤张又侠，那《华尔街日报》先说了，说呢张又侠他是涉及对美国泄露了中国核武的机密遭到调查。那曾经会晤张又侠的前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呢，就在纽时去澄清了，说这件事情是令人感到震惊，因为会议当时呢有很多人在场双方未谈实质核武内容，所以怎么会是因为泄露核武而被抓呢？那旅美的中国政治学者就说了，当小说看看就好了他说如果这个传闻属实的话呢，那么解放军报的社论会隐约的提及这一点，对张的抓捕呢会是名正言顺的行动，但是没有，所以呢我们把它当作小说读读就好了。那么曾任职大陆外交部的韩连朝就说了，倘若张又侠真的涉及了核机密外泄这种亡党亡国的特大事故，那中国的处置一定会是类似林彪案的做法，可是目前显然是没有的。
但是啊，张又侠过去呢，也是立了不少的功嘛，结果现在呢，马上就被落马，被调查。那么这个中国的解放军报的头版就发文去谈这件事情了哈，说是身份没有任何的豁免的功劳，没有办法抵罪的。文章指出啊，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贪腐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啊！一批隐藏很深的老虎被连根拔起，众多啃食群众和官兵利益的苍蝇被严厉惩处，反贪腐力度之大，决心之坚，成效之显，前所未有。而现在这个解放军啊，几乎是整个高层都被洗到只剩2个人了。那现在呢，对中国对台海的这个局势有可能会改变吗？美联社就报道了，说呢，对共军攻台其实是一个短空长多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中国分析中心的研究员就指出了，说短期内呢，这件事情呢的确是会削弱中国对台威胁的，但是长期则会珍藏。这意味着解放军呢拥有更多忠诚、贪腐更少，而且更具战斗力的一个领导层。所以长期来看呢，台湾其实更加危险的哦。好的，那除了这个中共解放军的问题哈，其实现在中日呢还是不断的在杠上，而且呢双方又在联合国互相指控了。好，联合国安理会26日是召开了一个法治主题的会议。中国驻联合大使傅聪呢，又再度批评日向高市扫描台湾有事的答询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日本的驻华大使山崎和之也是对此反驳，并呛瞎中国应该要做出有助世界稳定的发言。但是高市扫描在26日受访的时候呢，是再度说明日本对台湾有事的应对哦。说如果美军在区域内陷入交战，那么日本无所作为逃走，那么美日同盟就会瓦解。其实高市这么说是这样说，但他也不是不想要跟中国和好的哦。现在传出高市扫描他是积极的想要与习近平来进行直接对话。一样是在26日，高市被问到了在日中关系恶化的形势之下要如何面对习近平的时候呢，他答道，为了让日本的立场能够获得正确的理解，我考虑包含直接对话的可能性，我的态度很积极。但是中国大陆会见他吗？现在对日本的一些制裁都还没有停下来哦，因为是中国外交部又再度示警了，说日本地震频传治安有疑虑所以春节的时候不要赴日。那么航班数据也显示，2月往返中国跟日本的航线中，49条的航线都取消了，这个数量是高于1月的。那现在大熊猫也要回到中国了。熊猫这个小小跟蕾蕾呢，今晚就要离日了。结果日本人呢是类别送他们呢。来看这个的画面。ありがとうっていうなんかすごい楽しい時間だったの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です今は。パンダがいなくなることも寂しいんですけど、最終日にも見れたってこと自体思い出に残るって感じで嬉しいです。悲しいです。いつまでも元気で、楽しい半生をですね送っていただき。好，2只熊猫离开的日本之后呢，这将是日本54年来首次没有猫熊没有想到猫熊的人气这么高日本的民众竟然都泪洒了。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张又侠落马，哇，这会怎么样去影响整个台海的局势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不会影响了那个现在说成说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为了要解决内部的问题，然后马上对台湾进行军事攻击？这个想太多了然后又说，哎呀，中国大陆这个现在军队不稳定所以呢不会对台湾进行攻击，这也想太多了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事件，可以说会马上打台湾，又说不会打台湾，这个简直是都在胡乱说不过我们看到，解放军过去的贪污腐败情况是非常的严重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从江泽民时代一直到这个习近平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腐败到很严重。一上来的时候，你看当时的这个总政治部主任就是那时候抓了多少人然后从习近平上来这十几年内，抓了100-200个将军有多少上将都落马那张又侠一般来讲推断，跟习近平应该是发小因为他们应该是同样在一个大院长大的，也就是说，他的父亲跟习近平的父亲，他们是原来在陕西，他们都是同事，而且呢，
习近平的父亲他基本上来讲，在过去在陕西的地位是蛮高的，后来到大陆见证了以后呢，他的父亲当过副总理，然后这个张又侠的父亲当到副总长地位是有落差，一个上将，一个是到副总理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基本上估计都是在大院长大，所以张又侠在过去大家都知道他应该算是习近平的人嘛可是你看，只要碰到贪污，只要是有涉及贪污，那就是抓，再亲近的或者再贴的再怎么样的，那一样抓，这个才是我觉得维持一个军队的壮大跟有战斗力，最主要就一定要干净。如果我们贪污腐败像一个军队贪污腐败，一个政治贪污腐败到很严重，然后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军队是没办法打仗，这个国家一定是腐败，然后他的战斗力，然后人民离心离德，所以越抓反而向心力越强，不会说越抓以后向心力就越差，不会的。我想正义公道大家都在人心，谁想要一个贪污腐败的一个政权？例如说你看到这个川普，目前来讲说他的这一年的财产增加了上百亿，没事这才厉害然后你看看这个沙克奇，就是法国的总统沙克奇，当时就是因为传出格达费要爆料，说他们有很多的西方的政客都拿到他的钱，就发动了美国、英国、法国去杀了他沙克奇，而且下令是当场各闭眼，不是像海山一样抓起来去接受审判，是当场就把他打死了。那个画面都被他已经没有武器了，还当场被打死，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嘛？你就可以知道腐败是多么的严重那我个人是认为，一个能够这样子把所有的腐败清到这么的深的，不简单台湾努力吧，贪污腐败清干净一点所以看来张又侠落马的事件赖教授认为真的就是贪污。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张又侠落马，现在呢，美媒是爆出了很多的阴谋论，我们来请教林方委员。就是那个军队的高层更换其实也不是很特殊的事了你像那个川普上去9个月有17位将军，有的是被拔掉，当然也有一些是他自己辞职就离开了。但是这次的这个大陆的这个拔掉这2位将军是会比较的吸引人家注意在哪里？譬如有人说是贪腐，是贪污，可是习近平上台已经13年了，他一上来就打贪腐，打了13年。那光从去年到现在，一共拔掉了13位上将，就让人家觉得这贪污的风气怎么会这么的可怕？而且这样子的强力的抓也都没有办法处理掉。美国的情况是，这些人是被更换掉了，或者他自动辞职离开，不喜欢川普的这种领导的风格。可是呢，大陆这些人就是说，他们是被整肃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有人说他是泄露核子机密，有人说是因为贪腐，有人说因为有图谋政变。这个我坦白讲我们都只能猜，很多讲的话也都听因为这个是属于很机密的东西，不是我们外人可以了解、可以知道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些下来的13个人，就是被整肃，就是要被最后可能就要判刑，可能还要坐牢。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而且因为这个张又侠的地位太高了，他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又从小时候就认识。这么长久、这么依赖的人，怎么最后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呢？如果你是贪腐，那你的老板你的好朋友、你长期的这个伙伴，他在反贪腐你再继续贪腐吗？你如果说是因为对中国是对美国人泄露核子机密，那你要有证据所以就是说，现在是很扑朔迷离，这个就是让人家对中国大陆会觉得说很动荡。所以台湾很多人会非常关心。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这样的一个整肃的原因，就是说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怎么这么怪
哦，我不管是朋友敌啊，我们总希望对岸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好，因为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所以对岸解放军发生了什么事情，台湾真的是非常的关注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中日的纠纷，现在高市早苗想要直接接上习近平一面，可能吗？我们请教李老师。我觉得他只是在面对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的一个表达。那我们要注意到说，目前高市的所有的表态，应该都还是跟他的大选相关，因为2月8号，就要改选了所以包括他之前所讲说他如果自民党没有办法过半，他考虑要下台，我觉得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后面。所以他说当记者问他说你要如何去处理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的答法是说我是会考虑直接对话因为我希望能够把日本我们的意见立场讲得更清楚。我觉得它只是一种姿态的展现而已。那重点是呢，他在所有的包括台湾有事还有相关议题，他完全没有退缩，也完全没有放松比如说他说很难想象，假设美军在这个地区里面作战的时候。